他来到妓院，特意找到一位东方女子，并非享乐，而是要解开心中的秘密。他递给女人一张字条，问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女人看了一眼，脱口而出 Come back or I shall die. Come back. That's what it says. Come back or I shall die. 男人刚要放下钱离开，谁知女人却告诉他 Forget about her. She won't die. 如果你深爱的人在你身边，却有另一份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在远方，你会选择守护还是追随？这部小说正是《海上钢琴师》的作者阿里桑德罗·巴里克的另一部作品，这便是2007年的加拿大电影圈。19世纪的法国乡村，青年哈维结束漫长的军旅生涯，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回到宁静的小村庄。在迎接退伍士兵的宴会上，他邂逅了美丽的艾琳，两人一见钟情，很快步入婚姻。然而幸福没持续多久，一场天灾几乎摧毁了法国的丝绸产业，整个小镇陷入绝望。这一段危机并非虚构，当时法国里昂的丝绸业因产卵病害几近崩溃。为了挽救家乡，工厂老板把希望寄托在有军旅经验的哈维身上，希望他前往遥远的东方小岛购买健康的产卵。对新婚的哈维来说，离开深爱的妻子无比艰难，更何况那座从未踏足的小岛仿佛位于世界尽头。但艾琳用坚定的目光与温柔的话语为他指明方向，她相信丈夫的勇气与能力，也相信他能为家乡带回希望。在妻子的鼓励下，哈维在破晓时分踏上旅程，深情吻别妻子。旅途果然如他所料，漫长而艰辛。他乘马车越境，穿越广袤的欧洲大陆，抵达冰封的西伯利亚平原，再换乘渡轮，在汹涌的大海上漂泊，终于抵达目的地。此时的小岛正处于幕府末期的动荡，对外贸易被严禁，所有交易只能秘密进行。哈维小心翼翼穿越险峻山岭，在雪原上找到接头人，被蒙上双眼，带往当地势力强大的贵族援兵卫府邸。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对外贸易极度限制，仅允许少量荷兰与中国商人在长期进行交易。这种蒙眼的细节象征着跨文化交流的隔阂，也暗示着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陌生与渴望。在这里，他见到了那个令他终生难忘的女子。她举止优雅，气质娴静，轻轻端起茶壶，为他泡上一壶香气四溢的茶，眼波流转间仿佛藏着无尽的魅力。哈维几乎忘了此行目的，旅途的疲惫，初来乍到的恐惧，都在他的温柔中悄然消散。他凝视着她，想说些什么，却又欲言又止。女子却像一只轻盈的蝴蝶，飘然起身，走向旁边的贵族商人，乖巧地依偎在他怀中，如同一只温顺的小猫。这时哈维才得知，她是援兵卫的宠妾。尽管语言不通，他们无法交流，但哈维却清晰感到有一种神秘又难以言喻的力量将他的魂魄一点点吸走。带着残卵，哈维终于回到了欧洲，也因此获得了可观的报酬。他紧紧拥抱久别的妻子，感受到了那份久违而炽热的心动。第二天，他用所得的酬金买下了一栋宽敞的别墅，以及一片荒芜的土地。 What is it? It's your garden. It's my garden? Well, not quite, not yet. For now, it's a plot of land. Our land. And the house is also ours. If you want it. 他深情地向妻子许诺，要在这片土地上开辟一座只属于他们的花园，种满他最爱的百合。两人携手描绘着未来的蓝图，满怀希望与憧憬。这片土地不仅是家庭的寄托，更是法国乡村在产业危机中对未来的渴望。然而生活并不总是如愿，尽管他们努力尝试，艾琳始终未能怀上孩子。这个遗憾像一块石头压在哈维心头，让他愈发沉重。而那位东方女子的身影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在无法成为父亲的失落中，哈维的心更容易被外界的诱惑撕开裂缝。他把未能实现的家庭梦想转化为对异域女子的幻想。他们的日子平静而安逸，直到丝绸厂老板再次上门，带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虫病肆虐，急需更多健康的产卵。对哈维而言，这不仅是责任，更是再次见到那位女子的机会。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答应，深情拥抱妻子，承诺自己的爱永不改变。当他再次踏上那座遥远的小岛，村民们已不再对他戒备，也不再蒙住他的双眼。哈维怀着急切的心情四处寻找那名女子。在村民的指引下，他来到一处如画的温泉，隐约看见援兵卫与那女子的身影。当他靠近时，他却像雾气般消失。这一次，哈维受到贵族的隆重款待，下人们细心侍奉他沐浴。
他躺在温热的泉水中，享受难得的宁静。忽然，一双柔软温暖的手轻轻落在他的肩上。尽管他的眼睛被布条遮住，但那熟悉的气息让他立刻明白是那个神秘的女子。离开时，女子悄悄将一张纸条塞进他的手心，可纸上的日语他一句也看不懂。夜幕降临，宴会热闹非凡，但哈维的目光始终追随着那位女子。他含蓄内敛，不发一语，却用眼神传递着无法掩饰的情感。哈维确信他对自己也怀有情意。然而令人心碎的是，在朦胧月色下，女子却亲手将另一名女子推向他的怀里。陌生女子柔软依偎，脸颊贴着他的胸膛。哈维没有拒绝，却满心困惑，不明白他为何要这样做。次日清晨，哈维来到温泉，恰好看见那女子沐浴的身影。他抬起头，眼中闪着羞涩与神秘。还未等哈维靠近，他便轻盈潜入水中，消失无踪。自那以后，无数个夜晚，他的身影在哈维梦中反复出现。2天后，采购任务完成，哈维再次踏上归途，带回更多产卵，也带回一段无法割舍的情感。妻子依旧如往常般拥抱他，但哈维心底的某个角落已被那位女子占据，再也无法全心投入婚姻。这种撕裂感令他痛苦不堪。他无数次想向妻子坦白，却始终说不出口。于是他用丝绸的传说掩饰内心的空洞。妻子察觉到他的异常，却选择沉默。他更加努力地想怀上孩子，希望用这份爱修补两人之间的裂痕，但命运依旧没有眷顾他。与此同时，那张纸条不断困扰着哈维。 I need your help with something. I need to find someone who can speak Japanese. 他四处打听，来到妓院，终于找到一位来自小岛的夫人，恳求他翻译纸上的内容。 And what makes you think you're rich enough to sleep with me? That is not what I came for. What do you want then? I need your help. Never mind the price. 纸条上写着 Come back or I shall die. 哈维愣住了，仿佛被无形的利刃刺中。他起身准备付给夫人报酬时， Forget about it. Forget about her. She won't die. And you know it. 工厂主再次找到哈维，告诉他小岛如今局势混乱不堪。他从一位意大利商人口中得知，另一国也能够买到产卵，价格合理，风险更低。工厂老板担心哈维再冒险前往小岛，劝他放弃这个危险的计划。 It would be madness to go back there. It's too risky. I don't want to lose you, Hervé. I'm going to Japan, Baldabu. 而哈维却态度坚定，即便要倒贴钱，也要再去一趟。他隐隐觉得购买产卵是他唯一能再见到那位女子的方式。于是他无视妻子的挽留，第3次踏上前往小岛的旅途。 Not to worry about anything. Protection there. I will be fine. 一路上，他紧紧握着那张纸条，仿佛能从中触碰到那份遥远的温柔。然而此时的小岛已陷入内乱，人心惶惶，再无人愿意为他带路。他试图请求一个当地男孩帮忙寻找援兵卫的踪迹，却没想到迎来的竟是死亡威胁。 Who brought you here? Answer me. There is nothing for you here. Only war. And it's not your war. War is an expensive game. You have need of me. I have need of you. You should not have come here. Keep your gold and go. Go! 而那个带路的男孩也被援兵卫残忍杀害。哈维不得不放弃寻找女子的念头。在动荡的环境中，优质产卵难以寻得。他费尽心力才买到一些，却因此耽误了最佳的运输时机。当他回到家乡，迎接他的已是酷热的夏天。他忐忑地打开装产卵的箱子，眼前的景象让他如坠冰窟。所有产卵全部死亡，价值100万的货物瞬间化为一文不值的废物。因为这次失败，4家丝绸工厂倒闭，3个村庄的人失去工作，生活陷入了困境。哈维深知自己辜负了妻子，也辜负了村民的信任，他变得沉默，心情也愈发沉重。然而他没有逃避，拿出大部分积蓄，雇佣所有失业的村民，开始为妻子打造那座承诺已久的花园。从酷暑到深秋，村民们靠劳动获得报酬，妻子的脸上也重新绽放出幸福的笑容。他已坦然接受无法生育的事实，对佣人的孩子视如己出。但在这片欢声笑语中，哈维却像一缕孤独的影子，心中始终无法抹去那位东方女子的身影。直到某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远方的信，信封上独特的小岛封条让他瞬间明白，那一定是他。他再次找到那位小岛夫人，请求翻译。夫人看了一眼信，轻声说：“这次不必付酬劳，只求他以后不要再来打扰。”随后，他用温柔的声音一字一句读出信中的内容。那是一封如丝般柔软的情书，每个字都饱含深沉的爱意。
哈维全神贯注，仿佛被牵引着走进一个遥远又熟悉的世界。他们从未交谈，哈维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信中的情感真实的让人心颤。而在信的末尾，他写道 My dear master, and if it serves your happiness, do not hesitate for a moment to forget this woman who now says。 夫人读完悄然离开，只在信间留下了一朵蓝色的小花。苏伊士运河于1869年开通，大大缩短了欧洲与亚洲的航程，小岛迎来变革，参差贸易开放，但哈维再也没有踏上那片让他心碎的土地。妻子为了补贴家用，开始在学校任教，用智慧与热情为孩子们带去知识。然而某个飘雪的夜晚，命运却残忍降临。艾琳提着油灯回家，突然头晕倒地，火光映照着她的白裙，令人心碎。哈维四处求医，却无人能诊断他的病症。看着妻子日渐憔悴，他的愧疚如潮水般涌来。他几次想坦白自己深藏心底的秘密，却始终说不出口。 There's things that I haven't told you. I know. Just couldn't find the words. It's alright. Do you remember the first day you showed me the land? You said there'd be a garden. You said this is where we'll grow old. 艾琳轻轻抚摸他的脸，微笑着说，她知道也不怪他。艾琳早已察觉丈夫的心动摇，但她选择以宽容来守护婚姻。那一刻，哈维的心彻底碎了，所有的歉意在妻子虚弱的身影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4月的阳光洒满大地，百合含苞欲放，艾琳却离开了人世。哈维的世界瞬间坠入无尽的黑暗与孤寂，仿佛整个生命都被抽空。直到某一天，他在妻子的墓前意外看见一朵蓝色的小花，那花的模样与当初小岛夫人读信时留下的一模一样。这个微妙的巧合在他心底激起层层涟漪，促使他追寻背后的真相。这一刻，哈维终于意识到，真正理解他的人一直是艾琳。那份跨越文化的幻影不过是他心灵的投射，而妻子才是他生命的根基。几经辗转，哈维终于再次找到小岛夫人，而他却揭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那封来自东方女子的信并非远渡重洋而来，而是艾琳亲手写下，再请他翻译成日文。原来艾琳早已察觉哈维内心的困惑与挣扎，她无法忍受丈夫在无望的等待中煎熬，于是借那位女子的名义，把自己的爱与思念悄悄传递给她。她渴望成为哈维心中的那个人，却选择以最温柔的方式成全丈夫，也成全爱情。哈维回到百合盛开的花园，那个曾被艾琳视如己出的男孩，如今已长大成人。他遵守着对艾琳的承诺，用心照料这片花园，让百合再次绽放得比以往更灿烂。哈维与男孩并肩坐在长椅上，终于鼓起勇气讲述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那个曾让他魂牵梦绕的朦胧背影，在叙述中渐渐清晰，最终化作妻子温柔的脸庞。他曾以为自己的真爱是那位遥远的东方女子，她的一举一动让他无数次沉溺。然而当岁月回望，他才恍然明白，真正的爱其实一直在身边。整部电影的核心是哈维的心路历程。他从军旅归来，渴望安定，却在异域邂逅中被欲望与幻想撕裂。在东方女子身上，他看见的是未尽的梦想；在妻子艾琳身上，他面对的是真实的生活。电影里有3个女子，2个东方，1个西方，她们也代表了3种女人。魅惑如狐的日本女子，她深知什么是发乎情而止于礼，什么是让男人一辈子为她而怨念，而跋山涉水来到世界尽头，只为看她一眼。她没有得到过她的身体，而只是惊鸿一瞥，却斩不断她的怨念和惆怅。她只是引诱，然后把一切置于男人的幻想和意淫中。随后她乖巧地躺在丈夫的腿上，慵懒撒娇如一只小猫。另一个女子是异性的日本人，她气质高贵，却是一个高级妓女。因为她丈夫死了，她要养活自己。她穿着如贵族般华丽繁荣的衣裙，端庄得如同一个公主。开口的第一句话是问男主：你怎么认为你有足够的钱找我？但在她看纸条时被深深感动了，拒绝了要钱。她虽需要钱谋生，但是她同时又不看重钱，她反而看重真实厚重的情感。艾琳反而是最为温婉的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女子性格，她全心地爱她的丈夫，她深明大义，让他一次又一次远行，但是她却带回了对于一个东方女子的怨念。她知道她情感的背叛，但是她什么都不说。她写信让布兰奇夫人译成日文，再寄给丈夫，让他了断对于东方女子的怨念。她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哈维，真正的爱不是占有，而是陪伴。影片借丝绸的脆弱与珍贵，映照爱情的纤细与坚韧。哈维最终明白，
抑郁的幻影只是心灵的投射，而陪伴他走过岁月的才是那份沉默而坚韧的爱。这是一部关于选择的电影，更是一部关于理解的电影。它让人看到爱是忍耐，爱是恩赐，爱是在人心最深处始终不离不弃的守候。